24岁生日那天，他偷偷准备了3个月，只为他的一个笑容，看完泪崩。平凡的早晨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来，轻轻落在杨咩咩的脸上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伸了个懒腰，心里还带着一丝未散的梦意。今天就是我24岁生日了，他在心里默念。手机屏幕亮起，一条又一条朋友的祝福信息跳了出来。生日快乐，咩咩，今天快乐一点哦。他笑了笑，却没什么感觉。那种被人记起的温暖似乎少了点重量。去年生日，他和玉龙吵了一架，差点分开。虽然后来和好了，但那道小裂缝像一道暗影，依旧存在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天会成为他一生中最被铭记的时刻，一个改变他对爱情所有理解的日子。玉龙的沉默。早晨7点，玉龙已经出门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发消息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生日的暗示。杨咩咩看着空空的聊天框，心有点凉。他是不是又忘了？他低声自嘲。可他不知道，玉龙的手机在桌上亮了整整1夜。他在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，礼物的包装、视频的剪辑、快递的时间。那份礼物，他准备了整整3个月。那是他的秘密，是他藏在日常琐碎里的温柔心思。他对自己说，他看到的时候一定会哭，也会笑。午后的孤独。中午，杨咩咩在公司附近的小餐馆点了碗面。平日里热闹的午餐时间，此刻却显得格外冷清。同事走过来说，听说今天你生日呀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他笑着回应，却没什么表情。手机依旧安静，那种被忽视的感觉让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寂寞。他低头喝了一口汤，眼眶有点酸，不是汤的味道，而是心。窗外的风轻轻吹动，他忽然觉得原来长大意味着很多时候要自己给自己过生日。突如其来的快递。下午3点，前台打电话上来，杨咩咩，有你的快递。他愣住了。最近他没网购啊。当他走到前台，看见那个淡蓝色的包装盒时，心脏咚的一跳。上面写着他的名字，字体笨拙却认真，那是玉龙的笔记。他该不会真的记得吧？他忍不住笑了，眼睛却有些湿。那一刻，世界好像重新有了颜色。他的心在悄悄发烫。神秘的礼物盒。回到家，杨咩咩把盒子放在茶几上。包装纸是淡蓝色的，上面画着几朵白云和一只手绘的小纸鹤。这家伙连包装都这么用心。他轻轻撕开第1层，里面竟还有第2层、第3层，每一层都贴着字条。第1层写着，这是第1层，因为我希望你知道，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第2层写着，别着急，幸福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才出现。第3层写着，现在深呼吸，打开它。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，心跳快得像鼓点。那一刻，他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在说，他真的没忘。泪水的那一刻。当最后1层被打开时，一张照片静静地躺在里面。那是他们第1次旅行时的合照，背面写着，那天的阳光和你一样温暖，我希望余生也能这样照着我。照片下是一个精致的小木盒，他轻轻打开，里面是一枚银质项链吊坠，2只相依的纸鹤。吊坠背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一个小小的数字24。那一瞬间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那不是脆弱，而是心被轻轻碰到的那种颤抖。他明白，这就是被深爱的感觉。视频留言。在盒子底部，他发现了一个 U 盘。他插进电脑，屏幕亮了。视频里，玉龙穿着那件旧外套，背景是他们第1次约会的咖啡馆。咩咩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时，我可能还在外地拍戏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我知道我不太会说话，也不太会表达。但我真的在学，因为我怕有一天，你不在我身边了。他拿起一束满天星。你总说这种花太普通，可我觉得它像你。平凡，却能让我的世界亮起来。杨咩咩用手捂住嘴，
泪水模糊了屏幕。那一刻，他觉得世界都安静了。3个月的秘密。视频继续。玉龙说，他3个月前接了一份辛苦的短期拍摄，只为赚够买项链的钱。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拍完戏就在片场角落里磨那个木盒。我不想只是说生日快乐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努力让自己配得上你的笑容。他一边笑一边擦汗，镜头有点晃。那一刻，杨咩咩泪如雨下。他终于懂得，最深的爱是不言不语的坚持。电话响起，视频刚结束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来电显示玉龙。他一接通，声音哽咽：“你这个笨蛋，你哭了？”那头传来轻笑：“我才没有。”他吸了吸鼻子。玉龙轻声说：“我本来想亲自回去，但临时加戏，赶不回来。”傻瓜，我已经收到了。两人都沉默了几秒，风声从话筒传来：“谢谢你还喜欢我，谢谢你没放弃我。”那晚的通话不长，却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的温度。深夜的星空，夜里，杨咩咩坐在阳台，手里握着那枚项链。天上的星星像极了视频里的满天星。他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玉龙。”那一刻，他笑了。风吹过他的发梢，月光洒在脸上。他忽然明白，浪漫不是玫瑰和蜡烛，而是有人记得你的每一个小习惯，每一声叹息。朋友圈的留言。第二天，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项链的照片，配文写着：“原来最好的礼物不是惊喜，而是你依然在我身边。”评论区炸开，太浪漫了吧，这才是真爱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但只有他知道，那不只是礼物，而是一场用时间写下的告白。每一个字条，每一次叠纸鹤，都是他默默表达的“我爱你”。再次相遇。1周后，玉龙回来了。门一开，他冲过去抱住他：“你瘦了，你哭过。”他们都笑了，笑得像第一次相遇那天一样。那晚，他们一起吃蛋糕，没有烛光，没有花，只有笑声。明年我还要给你惊喜。那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这场平凡的晚餐，比任何盛大的宴会都要幸福。因为他们懂得了，陪伴就是最好的爱。真心的力量。几年后，那枚项链依旧挂在杨咩咩的脖子上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还留着这个啊？”他笑了，因为他让我相信，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为我用心。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一次次细碎的坚持。当你看懂那些不被言说的爱，你就会发现，生活本身就是浪漫。结尾致观众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心里有一点酸，有一点暖，那说明你也相信真心的力量。每一个被温柔对待的瞬间，都是生活给我们的礼物。愿你也能遇见那个懂你的人，不论平凡还是忙碌，都愿意为你准备那份小小的惊喜。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感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心中最想感谢的人。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真实、温暖的故事。谢谢你看到了最后，愿你的生活也被爱包围，愿你被温柔以待。